这个痴汉光着膀子，不停冲楼下的女高中生挥手。女生呢，见过这种场面，她俩赶忙叫来了更多女生一块看。但下一秒，男人拿起了刀子，准备当众挠死自己。原来啊，他这一系列变态的举动都是别人给他下的任务，因为他的女儿现在正在这个人手里，想要闺女活命，那就得乖乖脱衣服吞钢刀。虽然他很倒霉，但好在幸运的是，这起绑架案被柯南一伙人给窃听了。光彦今天上学带了个犯罪神器，可以接收1.5公里之内的各种电波通话。原本几个冤种只是想窃听一下当红女星私生活都玩点啥，但由于柯南强大的死神气场，光彦随手一调，竟然调出来一个绑架通话。哈哈哈！你女儿在我手里，敢报警我就杀了她。柯南本来不想管这破事儿，但下一秒电话里竟然真的传来了女孩求救的声音。柯南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与此同时，另一头的绑匪开始疯狂对孩子父亲下达变态指令。第一步，先把马桶套头上。第一步，走到阳台，把会干扰电话的卫星天线拆掉。柯南瞬间断定，歹徒肯定在某个地方盯着被害者家，让他去阳台就是为了方便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紧接着，绑匪告诉男人乖乖站好，不要报警，不然马上就撕票。说完便挂了电话，这给了柯南喘息的时间。此时的柯南想法与绑匪一致，不报警，反正报了警也得自己查，不如省掉中间商赚差价。在刚才的电话中，柯南听到了电车的声音，于是他直接掏出了博士发明的折叠屏地图，发现方圆1.5公里内只有一条铁路线，那就是多灾多难的米花线。现在可以确定被害人的家就在圆圈内的米花线两侧，但挨家挨户排查还是太麻烦了。柯南想到刚刚劫匪在电话里让男人拆掉大锅盖天线，这种天线一般都是朝着西南方架设的，也就是说被害者家的阳台也是这个方向。干了，兄弟们，造他的玩呀！两个冤种很争气，不光找到了放天线的阳台，而且还找到了满满1楼。原来这里每家每户都有天线。柯南没招了，线索已经用尽。突然绑匪又打来了电话，绑匪地图持续为您导航。这会儿绑匪雅兴上来了，他让男人把衣服脱光，冲着楼下的女学生招手搭讪。裸に？分かった。近所に風呂屋があってそこに行かせる気なんだ。そんな。看着男人被羞辱的样子，绑匪喜上眉梢。怎么样，被那些穿水手服的女高中生看不起的样子很耻辱吧？说完便又挂了电话。就是这句话，柯南发现了破绽。附近只有2所学校，普通高中和米花高中。究竟哪个高中的校服是水手服呢？此时步美讲话了。原来他最近一直考虑到了高中要去哪个学校，毕竟俩学校校服不一样。米花高中是水手服，而普通高中则是西装外套。ブレザーの方が似合うよ。セーラー服ですよ。这会儿毒圈缩小，几人来到了米花高中附近。突然窃听器再次传来了绑匪的声音，他让男人停止挥手，开始唱歌，唱一首能感动附近所有人的歌。我需要钱，我需要钱来帮助我的同学摆脱迫害。众人发现歌声里不仅有他对金钱的渴望，还掺杂着一种咚咚咚的声音。柯南瞬间联想起今天上学时曾看到工地在打地基，没错，就是这玩意儿。可是工地去哪找呢？好巧不巧，旁边的马路上正停着一辆工程车，于是几人直接跟着车来到了施工现场。这会儿毒圈再次缩小，突然窃听器又传来了绑匪的声音：“你这爹当的还真是丢人啊！为了救孩子，脸都不要了。曾经啊，我也当过父亲，但1年前我的女儿从一座大楼楼顶上摔了下来。那座大楼的管理员是谁？你应该很清楚吧？没错，我就是那个被你杀了女儿的父亲。如果当时你把楼顶的入口锁好，我的女儿也不会被摔得稀碎。现在啊，我也要让你体验一下失去女儿的痛苦。”やばいよ。早く何とかしなきゃ。突然，电话中传来了一阵电车的声音，柯南脑袋轰的炸开，直接开始计算声音延迟的时间，然后根据列车的时速一通加减乘除，确定了被害者的位置，找到了那个光膀子的男人。但现在问题是，绑匪在哪里呢？还没等柯南思考，绑匪就给男人下了最后一道指令：到厨房拿起菜刀，然后挠死自己，这样绑匪就会放了他的女儿。人命关天啊！但这回柯南实在是无能为力。柯南脑袋再次炸开，他打开地图，附近有橡胶味的只能是旁边那个轮胎工厂。那么犯人的位置只有可能是处于下风处的那栋大楼，这也能3选1。大楼，给我跪下认罪！柯南想起刚才绑匪说要让男人尝尝跟自己一样的痛苦，那就代表他也要让小女孩坠楼而亡，所以他一定就在楼顶。说罢，柯南连忙冲向那座大楼，而女孩的父亲正在举刀自杀。柯南千米冲刺跑到了楼顶，他还在举刀自杀。柯南拧大足力建功率，一脚踢出窃听器，放倒了绑匪，他还在举刀自杀。救出女孩的柯南终于想起了这个父亲，于是赶忙报平安，制止了他的自杀行为。合着柯南跑了几百米，又爬上了10几层的大楼，你这一刀愣是没刺下去，就等着有人翻盘是吧？壊れちゃった。ごめんよ。本当にごめん。こんなものいらねえってことだよ。でも壊れる前に役に立ってよかったね。